美国央行升息对投资人来讲，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就算未来高几率会发生经济衰退，我也不会卖光我手中的股票。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垂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今天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析美国公债市场的变化，让你能了解当前的经济环境之下，美国公债的未来走势，以及从债券市场中透露出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我们应该要如何的面对。如果您出到这频道，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推荐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拥有投资知识，相信对你非常有帮助。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我的美股投资攻略以及我赚取被动收入的方法，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那我马上开始。首先在2022年的时候美国的债券市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个债券的殖利率丢丢丢的一直往上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美联储它为了要打击通膨，所以呢它大幅的升息，所以呢它大幅的升息呢导致了美国公债的殖利率也跟着一起上升。那美国央行升息对投资人来讲，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那实际上我认为它并不代表是一件好事，也不代表说它一定是一件非常坏的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提供了更多的优质的投资机会。因为当基准利率上升的时候就会使债券的价格下跌，那债券的收益率就会上升，因此对新的或是之后要增量的债券投资部位将会有更高的投资报酬率像我拍片的当下就是6月12号，美国6个月到期的公债殖利率大概就是 5.45%。那这 5.45% 的公债殖利率相信有定存过的人都知道，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那这么香的殖利率 ，Kevin 当然就是有买起来那我自己的话呢，就是使用 IB 银透证券，花了大概就是$15,000购买了短期的美国公债。那我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我的现金部位也是可以稳稳的领利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但我现在要跟你讲的就是这么甜的投资机会可能已经不多了因为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在这次6月15号的 Fed 会议停止升息。好，那我发布影片的时候呢，已经是6月17号了。好，那6月17号的话呢，大家应该已经知道Fed 到底有没有升息了。毕竟已经经历过了40年来最快的升息周期市场以及大部分的美联储官员都预期现在是时候该缓一缓看一下了就连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也多次的暗示支持这一个观点。当你看到这部影片，如果费德的会议真的如预期一样将6月份的时候呢停止升息，那美国公债的最佳买点可能就已经显现咯。因为停止升息意味着未来可能就会开始降息，那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公债的收益率下降，那 5.45% 这么甜的公债殖利率可能就会消失咯。所以如果你想要锁住短期 5.45% 的美国公债殖利率，或者像是20年期的美国公债现在高达了 4% 的收益率，那你可以看我上面的这期影片。好，那我这期影片有教大家如何去直接购买美国公债，然后不用被收取高额的手续费那讲到美国公债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个现象，那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严重的倒挂收益率曲线。那在通常情况之下长期的美国公债的收益率它会高于短期的美国公债的收益率，因为投资人如果投资长期的公债的话呢，那他就需要承担更长时间的风险，所以呢他会要求他要有更高的回报，也就是更高的收益率。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2021年12月31日的美国公债的收益率曲线。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线的话呢，是由左下到右上，是呈现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曲线。但现在呢情况刚好相反短期公债的收益率竟然大幅的超越了长期公债的收益率，呈现了一个左上到右下的一个情况这可能表示市场预期未来将可能会面临一场经济衰退。为什么殖利率曲线倒挂就代表着未来可能会面临一个经济衰退呢？因为当经济步入衰退的时候美联储将有大概率的机会会降息救市，或者是呢再次开启量化宽松大量的采取买的一个措施买入了大量的美债，这就会导致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大幅的下降。那预期美国经济即将步入衰退的投资人以及法人机构就会在这个时候提前的买入长期的美国公债借此来锁住高殖利率，这就会导致美国长期的公债殖利率大幅的
下降，形成一个倒挂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历史的数据，那自1980年代以来，每当美国的长短天期的公债倒挂比例超过了80%的时候有100%的几率会发生经济衰退。那这个是历史的数据，我相信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参考的。那我们目前这个倒挂的比例已经超过了80%了哦。那你觉得未来美国的经济会步入衰退吗？你现在会怎么做呢？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做法。那 Kevin 的做法就是我会持续的参与股市的投资，就算未来高几率会发生经济衰退，我也不会卖光我手中的股票，我会借由资产配置，配置现金、股票和债券来调整我的投资部位。那我借由降低股票的比例，提高现金的水位，来预防可能会到来的经济衰退。这样我既可以参与股市的上涨，就算经济真的步入衰退的时候呢，我也有大笔的现金可以买入优质的资产。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 Kevin 非常的喜欢投资美国的短期公债，因为短期的公债呢，它可以给我非常高的殖利率，现在竟然有高达 5.45% 的殖利率，那它可以让我的现金部位持续的为我带来被动收入，而且就算真的发生了经济衰退，我也有非常多的现金可以马上的去购买优质的资产哦。好，那我是不随意一次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那你觉得未来美国的经济会步入衰退吗？你现在会怎么做呢？那在下方留言呢，跟我分享你的，告诉我。